如果你需要的是避開競爭對手和前期，依然是首選。但如果你是為了應對未來的全球監管，合規架構才是長久之計。作為大家的獨立離岸顧問，我的建議是不要追求絕對的真空，要追求法律上的平衡。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今天這期視頻我們要聊的是大家最關心的公司董事和股東的隱私性。過去很多人習慣把離岸和匿名劃等號，但在2026年，如果你還抱着這本老黃歷，可能不僅開不了戶，還會面臨巨大的合規風險。真正比拼的不再是藏起來，而是如何在監管透明的大環境下，利用信息差和不同司法辖區的特性，實現合理的架構保護。全球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的壓力，讓各大司法辖區紛紛推出了透明度法案。歐盟的反洗錢指令要求各國設立受益所有人登記冊。美國於2024年啟動企業透明法案 CTA， 要求大多數的實體向分層申報實際受益人。英屬維爾金群島 BVI 和開曼則從完全透明轉向了有限公開。換句咱們全球人都懂的話來說，完全匿名公司已經幾乎不存在了。現在真正比拼的在於誰對公眾最難查，誰對銀行和交易對手相對透明，誰又對監管絕對透明。話多說 ，Let's get into it。一，為什麼隱私越來越難？在今天的各國金融中心，反洗錢 AML 和稅務信息交換 CRS 早已織成了一張大網。傳統的匿名股、不記名股票已經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名義持股和代理董事這類更複雜的安排。但即便如此，各國政府依然推出了10億擁有者登記制度。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分水嶺：2022年，歐盟法院裁定，完全向公眾開放受益人信息屬於侵犯基本隱私。於是，從2025到2026，全球形成了一個主流模式，也就是合法利益訪問制。這意味着路人甲沒權看，隱私得到保留。銀行、律師、調查記者，只要證明有合法理由，就能夠申請調取。監管部門擁有絕對的100%的穿透權。連 BVI、開曼，甚至曾經最神秘的瑞士，都在2026年陸續落實了這套不公開但可穿透的登記制度。簡單來說，隱私沒死，但他們的門檻變高了。二，5大司法轄區隱私度大比拼。下面我將按照隱私的強度對比5個熱門公司註冊地區：一、美國懷俄明和特拉華州，外緊內鬆的隱私孤島。美國的特拉華和懷俄明依然是路人甲的禁區。雖然2024年起的 CTA 法案讓分層對 UBO 了如指掌，但這個數據不對公眾開放。只要你不是涉及洗錢的犯罪嫌疑人，你在州政府登記冊上依然只是一個公司名。我們在特拉華州註冊公司時，不需要在成立文件上列出高管和董事的名字。懷俄明的有限責任公司也無需公開其成員的信息。2024年起，美國推出的企業透明法案 CTA 要求大多數的公司向分層報告實際擁有人，但本土公司由美國人持有且不在特定行業的一部分實體仍然是可以豁免的。這使得美國國內的 LLC 仍然保持有很高的隱私度。像是特拉華和懷俄明都允許通過註冊代理提交文件，所有的職位均可以由一人擔任，對國籍、居住地沒有要求。這裡還需要我們注意的是，美國 C Corp 和 LLC 的區別。C Corp 在成立的第2年需要向州政府上報董事和管理層的姓名和住址，但這些信息僅供州政府內部使用，不對外公開。LLC 就更加保密了，註冊證書上只顯示公司的名稱、地址、代理人和註冊日期，不必披露成員和經理的詳細信息。因此，如果你需要對外界保持低調，特拉華、懷俄明甚至新墨西哥等州的 LLC 絕對是最佳選擇。但是別忘了，美國聯邦機構對10億擁有者 UBO 有完全了解的權利，而且每年是需要繳納特許經營稅，
或者報告的。2. 阿聯酋自由區 UAE Free Zone 行政手段形成的防火牆。注意，阿聯酋這裡沒有一鍵查詢的網站，隱私保護主要靠行政不透明。但要注意，阿聯酋的銀行 KYC 是全球最嚴級別的，隱私是給外人看的，合規是做給銀行看的。但我們要注意到，阿聯酋監管透明，阿聯酋要求公司在內部登記受益所有人，並向監管機構報送。銀行開設賬戶時 ，KYC 會非常的嚴格。同時，阿聯酋也注重平衡隱私與合規。由於阿聯酋與多國共享稅務信息，政府內部的透明度越來越高，隱私優勢主要來自對外不公開。因此，需要做中東或者全球業務中轉，願意遵守較高合規要求的企業，對公眾來說，隱私性是非常強的。但對銀行和監管機構必須完全透明。3. 瑞士貴族的戴索筆記本。瑞士不公開受益人登記冊，該國計劃於2026年，也就是今年下半年實施聯邦企業透明度法，建立一個中央受益人登記冊。這個所謂的中央登記冊，只有當局和授權中介能看，它依然維持了瑞士高冷的格調，合規要求極高，但絕對不會向公眾低頭。What？ 這個企業透明度法適用於瑞士幾乎所有的獨立法人人格的實體，包括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合作社和大多數的基金。此外，歐盟和 FATF 對瑞士施加壓力，敦促其提高透明度，但瑞士仍選擇不對公眾公開，以平衡隱私權和合規要求。因此，瑞士的改革彰顯了高隱私與高合規的並存，對公眾不公開，但內部合規要求嚴謹，適合資產規模大、注重聲譽的機構。4. 開曼群島付費版有限透明。2026年的開曼已經進入了申請制，想查先證明你有合法利益，再交幾百美金，這種金錢加法律的雙重門檻，勸退了99%的窺探者。到底誰可以查呢？只有符合合法利益標準的申請人才能夠查詢，比如說金融機構、律師或者記者，在證明查詢有公眾利益時才能夠訪問。查詢費用，2026年修訂增加了費用，合格使用者包月費用為250開曼元，約合300美元；單次搜索費用75開曼元，約合90美元。因此，開曼從傳統保密天堂轉向為申請制透明，對公眾層面的隱私仍然較強，但監管和特定的第三方可以穿透，合規成本和費用上漲，適合於基金、跨境投資等需要成熟法律環境的業務。5. 英属維爾京群島 BVI 帶一鍵報警的透明化。2026年4月1號是 BVI 的分水嶺。雖然開放了在線查詢，但 BVI 給了老闆們一個反擊機會。如果你覺得公開信息會讓你面臨綁架或者敲詐風險，你可以提出異議。這是目前離岸世界裡少數還在為受益人的安全留後門的地區。那誰可以訪問呢？除了執法機關以外，第三方如金融機構、律師、記者或者公益團體是可以用於證明其請求用於調查洗錢、恐怖融資或履行合規義務時提出的。費用與門檻是需要申請者支付75美元的不可退還查詢費，並提供充分的證據，說明查詢與 AML 和 KYC 等法律有關，披露僅針對持股25%以上的受益人。而授權人可以在收到通知後的5個工作日內提出反對，理由包括認為公開會導致綁架、欺騙、涉及未成年等等。若反對無效，還可以提出上訴。此外 ，BVI 允許企業提前申請豁免披露，理由包括人身安全、未成年人或者國家安全。因此 ，BVI 的隱私性較早期確實大打折扣，但對普通人仍然有較高的門檻。只要不進入監管視野，信息依然不對公眾開放。適合於需要成熟法律體系且不介意監管查驗的企業。朋友們，看完這個對比，你就會發現，2026年的隱私已經不再是能不能查到的問題，而是誰有權查和查你的成本有多高的問題。如果你需要的是避開競爭對手和前期，美國 LLC 依然是首選。但如果你是為了應對未來的全球監管，瑞士和阿聯酋的合規架構才是長久之計。作為大家的獨立離岸顧問，我的建議是不要追求絕對的真空，要追求法律上的平衡。3. 全球隱私指數排行榜。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從公眾可查性、機構穿透難度和監管可視度這麼3個維度來對這些轄區的隱私性進行評分。大家記住，没有絕對的隱私，只有不對等的查詢成本。排名越靠前的轄區，查你的成本就越高。如果你還在追求20年前那種消失在地圖上的匿名，那不僅是違法，更是對自己資產的不負責任。4、2026離案實操的生與死。以下是我結合自己多年的離案經驗給大家總結的5點建議。1、認清對誰隱私。美國和阿聯酋的強大在於擋住了路人甲和競爭對手。但別產生幻覺，在政府和銀行面前，你永遠是透明的。隱私是盾，不是逃稅的隱形衣。2、合法利益是把雙刃劍。在 BVI 和開曼，身份披露的開關不再把握在官府手裡。一旦你捲入了跨境訴訟或者嚴重的合規質疑，對方律師只要證明有合法利益，就能夠撕開你的面紗。3、高聲譽不等於高匿名。選瑞士是為了民生和資產安全，但不是為了躲監管。如果你還在想方設法躲避監管，2026年的瑞士反而是你最該避開的地方。4、代理人風險，找名義董事或者註冊代理一定要看清楚了。2026年監管層在查空殼掛名，如果代理機構不專業，你的公司執照是隨時有可能被吊銷的。5、組合拳才是王道。真正的高手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通過跨司法轄區的組合，比如美國的 LLC 負責業務防火牆，瑞士的基金會負責長線持有，你才能在2026年的透明世界裡為自己構建出一片合法的隱私綠洲。各位，2026年的離岸世界絕對匿名已經破滅，但合規的隱私邊界依然存在。監管雖然日益嚴格，但只要你懂得利用規則，依然能夠在透明的世界裡為資產築起高牆。那麼，在這一份隱私排行榜中，你最看好哪個轄區，或者你正面臨哪些棘手的架構問題，都歡迎在留言評論區分享，我會挑選高頻問題，在下期視頻中深度解析。如果這期硬乾貨對你有啟發，請務必點讚、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你的支持是我持續起底全球離岸真相的最大動力。順手牽羊，在動盪時代為全球華人重建避險資產與身份結構。我是獨立離岸顧問Sean，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我們下期見。